邹君，魏公子有事。趁蓝湛不在，有件事情想向您请教一下。魏公子请讲。那个蓝湛身上的界边痕是怎么回事啊？魏公子不知吗？我问过他，但是他不愿意说，我只好来问你了。罢了，我最了解他，如果不到万不得已，怕是忘记这辈子也不会提起这件事。还是我告诉你吧，魏公子，你还记得穷奇道鬼将军温宁误杀了金子轩一事？之后温情带着温氏一族去金陵台请罪。韩光君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在不夜天你护着魏婴就算了，现在还不让我们搜查他的老巢，你究竟居心何在？你没有资格同我讲话。你，苏宗主，算了吧。韩光君果然是有道君子。既然韩光君不让我们搜，就留伏魔洞一个地方吧。整个乱葬岗都被我们围了，就算夷陵老祖侥幸没死，也不可能神不知鬼不觉的出现在这伏魔洞里。是。啊，对了，韩光君，你叔父到了。似乎是要带你回云深不知处的。乱葬岗上，忘机独排众议，惹出了不少乱子。叔父大怒，将他带回云深不知处，罚街边300。寒潭洞面壁思过，3年不得出后山一步。给我打！蓝氏家规第52条是什么？不得结交奸邪。蓝氏立身之本，竟被你抛诸脑后，你还有何面目面对蓝氏列祖列宗？敢问叔父，孰正孰邪，孰黑孰白？好啊，这就是我教出来的好学生。王姬，你太令我失望。忘机禁闭时，我曾去找他，也曾劝他，但他却跟我说，他既以你为知己，就应该相信你的为人。他又何必？魏公子，你知道这间屋子是什么地方吗？不知道。
这是当年我母亲。我与忘机的教导，也是个。
我之前也曾劝过王姬，但现在事情落在了我的头上，我才知道，原来决心是如此难下。这么多年，我以为我深知他的为人，可也许世上人心终是横看成火，侧看成冰吧。蓝湛，何事？说话果然太肉麻了。我是说，你哥哥这次受的打击其实还挺大的。不过也是，毕竟对方是金光瑶，他的结义兄弟。如果换作是我的话，找到证据，他不会姑息。那是，就算他跟金光瑶的关系再好啊，他也是你哥哥，也是姑苏蓝氏的人，有自己的原则。怎么？你没有告诉他？告诉什么？在穷奇道，一声笛音。你知道？我问过温宁，在穷奇道，他听到过2处笛音。当时发生的时候，我还以为是我的错觉。直到在不夜天，我又听到了那么一声，就一声，就那么一声。我当时心神大乱，一切根本容不得我仔细去想，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。
我醒来以后，偶尔午夜梦回，我越来越相信自己听到的笛声不是错觉，而且经过今天之后，我越来越坚信这一点。在穷奇道和不夜天，是有人在背后使用乱破招，改变了陈情的指令。是金光瑶。也许是，也许不是。你不想知道答案？刚醒来的时候，我确实很想知道答案。可是现在，现在我只想说，随便，去他的吧！哼。蓝湛。其实我真的觉得，我现在知道与不知道，对我来说已经不太重要了。反正在世人心里，夷陵老祖那些坏事情做也做了，就算是我现在跑出去喊100个冤枉，只怕也没有人相信我。其实有的时候，世人只不过需要一个借口而已，或者说一个靶子，一个人人喊打的靶子。有了我，他们就能同仇敌忾，就可以自命不凡。我后来自己也想通了，就算没有金光瑶，没有那声笛音，可能也会有其他的人，其他偶然。说不清楚，说不清楚。想想那时候，还真是孤独。唯一几个相信我的人都死了。温宁、师姐，幸亏这世上还有人信。蓝湛，敬你，人生得一知己，足矣。
离去多永远。二哥，你想去看看大哥吗？我要为大哥下葬了，二哥要去送大哥最后一程了。我去金陵台，你们去乱葬岗，分头行动。是。如若他真有异心，我绝不姑息。我知。小苹果，走啦走啦，走啦走啦。走啦，小苹果。走了，小苹果。他们都舍不得你啊。
没想到寒光君这么招这些小动物喜欢啊，我就不行了。不行。你看啊，这地上走的、水里游的、天上飞的，见到我就跑，是不是啊，小苹果？说话啊，你又不说话，小苹果。哎，寒光君，你等等我。哎呀，走了，小苹果。哎，等等我。走啊，小苹果。